很多人说3年一换机才是最适合果粉用户体质的。那作为一代钉子户的13 Pro Max 换到16 Pro Max 是种什么体验呢？正好我有个朋友就刚刚换到16 Pro Max 1个月了，跟他聊了聊，再结合我的体验给大家盘盘现在换机有什么优缺点。首先，手机虽然变大了，但手感还是 OK 的。参数上来看，6.7英寸变成6.9英寸，貌似单手更不好拿了，但事实上16的黑边更窄，实际的手机尺寸只大了一点点。如果你是裸机党13的纯直角有点割手，16呢是微弧边框裸机拿在手里更趁手一些。而且在视觉上，屏幕更大，黑边更窄，看起来也更精致。钛金属的中框没有那么沾指纹，硬度更高，更耐滑。裸机党应该会很喜欢16 Pro Max。那怎么说呢？大部分人还是会贴膜带壳，你用一段时间，这些外观上的变化也就感觉不到了。真正让人感觉到改变的，应该是刘海变成了灵动岛比如我平常最常用的就是听音乐，连上 AirPods， 岛上就会显示耳机电量，打开音乐上滑，歌曲就能直接上岛，让你快速操作。而且我出差比较多嘛，像打车、坐飞机、坐高铁，灵动岛就可以实时的显示车牌号、登机牌、座位号。关键是这种隐性的通知任何界面都能看到，不用频繁的切应用，跟朋友聊天、刷视频都不影响看信息。灵动岛就是那种一开始你觉得无感，用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它确实挺便利的。第3点，苹果终于升级 C 口了，从此之后，大到笔记本、平板，小到耳机、电动牙刷，甚至男生的刮胡刀、女生的化妆镜，一个充电头加一根线就能搞定。Pro 版的 C 口传输速度比 Lightning 口快了20倍，但速度更快，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感知不大，除非是专业用户可以直连相机作为监视器，又或者外接硬盘。喜欢拍照的用户呢，可以把相机里大量的视频、照片快速传到手机上。再聊聊影像改变，个人觉得很遗憾的是，16取消了3倍，变成了5倍。虽然5倍可以拍得更远，但5倍的使用率其实不如3倍，主要是因为5倍的对焦距离在1米左右，它又不支持长焦微距，就导致你拍的很多5倍照片都是主摄裁切的，画质差了很多。而我们最常拍的就是美食、人物，13上的3倍它的使用率就更高，5倍就只能是拍拍风景、演唱会什么之类的。再看看提升，用16日常拍照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比13更清晰了。这是因为16 Pro Max 的主摄跟超广角升到4800万，解析力更好，对比13 Pro Max，16还多了2倍的变焦选项。虽然是通过主摄裁切了2倍，但也有1200万像素，画面也比13更好，可以覆盖更多的拍摄场景。点1倍镜头还可以进行快速的切换，24、28、35 3个焦段，更加方便构图。16另一点升级是视频，可以拍摄 4K 120帧，没有插帧的高帧率视频，通过调速还可以获得超高清的慢动作画面。但很遗憾，只有主摄支持还是留了些牙膏没挤出来。还有一点挺重要的，16对比13增加了视频防抖，出去玩拍些转场 vlog 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。至于这个空间视频首先你必须得有 Vision Pro 才能观看，但最便宜的3万，所以至于新增的拍照键，目前看起来使用率比较低，因为这个按键的功能还是比较复杂的，很多人第一次上手搞不清楚原理，轻摁、重摁，力气大了小了都不行。其实我建议菜单里的功能可以精简一下，又或者呢把自定义的权限交给用户。再不行，单纯作为一个抓拍键也不错。再看看等 AI 来了，希望它作为 AI 的入口使用率可以更高一些。续航与发热很多人也关心，之前的13 Pro Max 用的时候续航其实已经不错了，基本可以做到1天1充。16 Pro Max 的话，因为处理器升级了3纳米的 A18 Pro， 电池比13大了300多毫安时，所以整体续航呢比13是好一些的。不过这跟个人的使用习惯有关，感觉因人而异吧。现在13平时使用应该没问题，但打游戏、拍视频、充电就很容易发热。我之前出去玩，13就出现过拍视频过热、屏幕变暗、看不清的问题。16增加散热，屏幕变暗的情况少了很多。当然，也可能是还没到夏天。那如果你喜欢打游戏，时热散热的提升，那整体游戏的体验也会更好。最后呢，再聊聊这个 Action 键，静音键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Action 键。我自己是一直在用的，而且我觉得是挺好用的一个功能。相比于13的静音键，首先 Action 键它不积灰而且呢还可以自定义更多的功能。我朋友把它设成了手电筒，我把它设成了快速的语音备忘录。如果你平时用快捷指令，那还有很多用法，比如一键扫码、快速换壁纸等等各种玩法。最后总结下，13换到16，性能、续航、拍照都更好了，但拍照没有3倍长焦，5倍又不支持长焦微距，我自己拍照欲望下降了很多。其次，拍照键的使用率太低，坏了还要5299的维修费，有点太痛了。但灵动岛、Action 键都是很实用的更新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还能再坚持，今年的 iPhone 17可能会有新外观，
拍照也会有提升，等等啊，也不亏。